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姐，我是惠子。朋友们，你们不要看我现在元气满满我也元气满满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这周的节目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就更新不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礼拜也就是说大家听到节目应该算是上一个礼拜了，我们家里面发生了一件把我们俩折腾的够呛的事儿，算是一个非常突发的有点棘手的这么一个压力事件。一方面确实是牵扯了我们两个人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件事儿。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事儿它太糟心，把我们两个人的心情搞得非常的糟糕，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投入到那个正常的工作状态当中。好了，别找借口了。但是万幸的是，我们两个人还是努力的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了。对，原本经历了这么一遭之后，讲心里话，我们两个人是再也不想谈论这件事儿了，就想说这件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呢，我们两个人有一天在楼下散步就是说还是鬼使神差的，还是忍不住想要聊。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这个职业特性导致的就是你总想聊一聊。我们聊完之后发现，虽然这件事儿就像我刚才描述的，又牵扯时间精力，又糟心，又让你不想再提起，但是后来你聊吧，你还是觉得过程当中能总结出那么一些收获，或者说成长。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这种突发性的棘手的压力事件，也是咱们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很可能也会遇到的。就是虽然我们的这个事儿是我们这件事儿，可能其他朋友会遇到不同的事儿，但是同样都是突发的压力事件。不过我要在这求求老天爷，尽量让我们少遇到一点，我们的听众也少遇到一点。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两个人这次不管是说处理方法也好，还是内心的一些心路历程，一些经过，包括我们后续的有的这种感悟和总结的认知，保不齐也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或许能在大家未来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突发性的压力事件，也能够获得一些方法，得到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个我倒还挺有信心，肯定是有意义的。对，所以我们两个人后来还是决定就是说忍痛忍着这个心里的这个难过的感觉我们还是想说聊一聊这件事儿。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吧，是啥事儿？它是个什么事儿呢？朋友们，可能有些朋友关注惠子的这个社交媒体比较频繁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我们家里面最近发现了白蚁的踪迹，也就是上个礼拜二中午发现的。可能北方的朋友，我觉得就是说你听到白蚁这两个字儿，你不会能够体会到它的恐怖。但是我告诉你，我相信南方的朋友尤其是江浙沪这一带的，然后再往南一直延伸到海南，整个这一片的朋友，我相信大家一定很能明白白蚁这两个字的可怕和危险。首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咱虽然不是白蚁专家但是说咱经历了这么一次事儿之后稍微也是些许的懂了一些我感觉接下来的几分钟可能是废话连篇知识含量最高的几分钟。就应该拿出那种就是说科学节目就是这个 CCTV 科学台的这种口吻就是说白蚁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种专门腐蚀木头的虫子。它长得就是挺像蚂蚁的，但是为什么叫白蚁？是因为它是白色的，而且它有这个透明的这个大翅膀，而且它会飞。就像我说的，它在这个江浙沪地区一直延伸到海南地区，有很多地方其实都属于这种深受白蚁困扰的地区。我补充一下，其实白蚁也还有那种黑色的也不全是白的。但我们常见的，你在天上看到的，就是在空中当看到会飞的这些，就是长这个样子。而且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说夏季刚开始这段时间，江浙沪一带梅雨季节的这个时间，正好就是白蚁的高发季节。在上海我们都经常听说，就是比如说这种木质结构的老房子，比如上海有一些这种弄堂里的这种老洋房也好，或者说那个石库门的房子，对，或者说木质家具特别多的房子，都会被白蚁盯上。一旦染上这个东西能有多可怕朋友们，我跟你们描述一下正好我们今年在我们遇到白蚁之前，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呢在海南有一套房子，常年也不去，就是扔在那儿。今年突然间说要去了，我说你们怎么突然间想要去海南了？他说别提了，我们家那海南的房子叫白蚁住了，而且叫白蚁住穿了。就我们想说能有多可怕，他发来照片，我跟你说能有多可怕，家里4条腿的桌子已经只剩3条腿了。更搞笑的是他那个3条腿他还立在那。所以就你看到那个场面之后，你确实觉得哎呦好吓人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厉害。大家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对，别去搜。我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别去搜。就我刚才给你那个描述已经够了而且我刚才给你那个描述也就是我能够描述的极限了再描述的话我自己也就受不了了。所以千万别去搜千万别去搜。但是我们在这里头也很想提醒一下大家，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说这个白蚁的这件事儿，就是可能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即便生活在这个白蚁高发的地区，但是其实我们觉得这事儿不会落到我们头上。尤其是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又住在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小区，
我们这个小区也不是木质结构，对吧？然后我们家里面整体这个环境装修的时候都弄得挺好的，怎么会染上白蚁？而且很高。对，我们还是高楼层。我记得当时我们请来那个专业人士处理师傅，我们还跟他说了，我说我们这么高怎么会有白蚁？他说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前2天我处理一家26楼都有白蚁，而且家里就全都铺的瓷砖也有白蚁。所以我们就很想提醒生活在这些区域的朋友们，大家千万到了这个季节你要警惕，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高温高湿又是白蚁的这个分飞期，他们叫分飞期啊，大家一定要观察自己的家里面。根据我们这次的经验啊，我们可以提醒大家可以关注这么几个点。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家里面有没有飞虫，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白色带透明翅膀的这种小飞虫，肉眼如果见到了那就说明肯定是有了。然后再就是大家要关注自己家里的木质家具、木地板、门框等等这些木头的地方，用眼睛看有没有被腐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大家还可以用手去摸一摸，看一看它有没有就是说内部被吃空了的这种现象。看起来它有点像是泡水泛潮之后发泡了，有一点点鼓起来的感觉。有的人可能会不重视，以为是太潮了，但很有可能是里面蛀空了。对，因为白蚁这个东西它真的很特殊啊，就是它腐蚀木头呢，它还不是说给你彻底吃光，因为据说这个东西它很怕光，它不敢看光，所以它永远都会给你留这么一层皮来遮光。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你这个比如说尤其是门框啊，可能它里边都给你吃光了，外头还给你留层皮，你看着以为没事儿，就你一摸，像纸一样就透了。对，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警惕。而且白蚁它好像会就是在它的行进路径上面会堆一些泥啊或者是粉末啊，所以你比如说在墙角啊或者说是门框角落看到一些木屑或者是泥屑，你也要关注了。对，但是这个呢就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了，我们家里面遇到的不是这么严重的情况，但是我们这种初期的情况我觉得更有借鉴意义，就是大家在这个时期如果要是发现，其实更早的去介入去防治效果会更好。我们家遇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床边的那个墙角，就是有惠子说的这种有一点这个白色的粉末掉落在地上啊，我比较敏感啊，我就觉得这不是脏，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呢，怎么一晚上就脏了呢？不是脏，我以为是墙皮掉了。有的对，我们家里有的时候会，因为我们是那种白色乳胶漆涂料墙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地方装修滋滋滋扎眼儿，我们这家里会震一阵那种白色粉末，但我觉得这事儿不正常，所以我就顺着这个源头就在这儿看，然后我就发现顺着往上就发现墙上啊有那种非常非常细小的像针孔一样的黑色的小眼儿。哎呀，你说起来现在对我来说就是新闻现场。我跟你说其实没有那么让人觉得密集恐惧，因为它是只有2-3个，而且分布的距离还挺远的，就可能10几20厘米有一个。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实在是太敏锐了，我一下就看到从这儿到这儿，然后再抬头发现到那个窗帘盒都有。而且我当时就是好奇，我想说这眼儿是啥，拿手抠一下，我以为是脏，发现是洞，然后就抠着一瞬间，我就看到里边有一个像小虫子一样的，瞬间探头，然后瞬间又缩回去了。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不对劲，然后你再顺着整体它这个一个一个眼儿，你整体摸下来，你会发现它这个一个一个眼儿是连在一起的。其实在墙下面它是有一层像是他们的路线一样，它是这么一路下来。后来我们问了师傅才知道，这些眼儿是他们钻出来用来呼吸用的。哦，对，他们虽然怕光，他们不会给你这个彻底给你打开，但是他会用很小很小的洞给自己透气。所以那个透出来的那个白蚁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冰蚁？它是什么蚁我都不知道了，我跟你说现在是什么蚁我都想弄死它哈。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啊，你再仔细听，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墙后面是有那种非常细小的有虫子在爬动的这种声音的，淅淅沙沙的声音。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家里面发现这种符合这几个特征的朋友们，千万要赶紧找专业人士来帮你处理，因为此时此刻这个情况就像我们一样，他们还没有碰到木头，他们在没有碰到木头之前，他们都处于一个寻找的状态，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如果把他们遏制住，他们就不会接触到木头。但如果你让他们接触到木头了，我跟你讲，就这个感觉啊，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速度与激情》，你知道吗？里边不是说了吗？这几个危险的家伙，不要让他们碰到方向盘，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这些危险家伙，你不让他们碰到木头，碰到木头他们就很有可能发展的非常迅速。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在他们发展到这个墙面的时候，我们就搞定它了。但其实这个事儿也让我们非常的疑问，就是你老以为这个东西它要跟木头才会产生这种恶劣的结果，你怎么会想到它在水泥墙里边也会呢？所以我就说吧，为什么提醒，即便住在新小区，即便家里不是木质结构，即便高楼层，即便家里边甚至都没有什么木家具的人，你也得小心，
因为它在墙里边，因为你保不齐你这个墙体里边有什么保温棉有什么东西，包括有的时候你可能做吊顶，你可能会打一些简单的木结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吸引它。反正我们讲这个事儿不是说危言耸听吓唬大家，我们真是自己经历了之后实在是太难过了，所以我们就很想说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大家听完之后检查检查自己的家，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你越早预防才是越好的。包括我们听这个专业人士跟我们讲说，其实你能在装修之前就在基层进行这个预防，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经历呢别白经历也分享给大家，大家将来也有可能能够救自己家一命。我感觉听你这么讲，我有一种好像今天这一期是类似于肥慧之家热新闻热点事件分享我感觉上海政府应该给我们打钱就是我们在宣传那个白蚁防治，是对吧？但是大家别看我们这个发生这个事儿感觉我们两个人挺糟心，其实我们这一次复盘的时候感觉对自己其实挺满意的。有一方面我们很满意的就是我们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快，我们解决得非常快。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感谢惠子，因为我在遇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处于那种有点难过嘛，有点慌，不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好像还说，我说咱们再看看情况吧，咱们再等一等。幸亏没等，当时惠子就说她判断这个事情肯定是白蚁，因为你毕竟在南方生活的年头还是比我长，所以她很快就我们先找了物业过来看。物业提醒了我们说，如果这个事儿是白蚁，政府是有专门的救治机构的，对，政府是有这个救治机构对，它是因为这个东西好像在上海政府是管的，就是政府有很多每个区都会给你很多这个专业的机构，你可以联系他，而且政府帮你控制了这个价格，不会特别贵。然后我们听到物业这么提醒了之后，我们当时就立刻打电话联系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区的几家政府提供的这个防治单位，他们当时是说最早当天之内，最晚第二天也会有人跟我们联系。我们其实当时已经想说 OK 了，那我们就等着这个政府机构过来帮忙。但是惠子这个人他就是可能他这个焦虑的这个性格也救了我们，他觉得说不靠谱，他觉得这个太慢了。因为是我打的电话，我能听到对方他的口气，接起来之后不耐烦说，哎呦最近确实打电话的人很多，我只能给你排个队。 OK， 就他当时是这样一个口气。然后我还特意监督了一下，我说那什么时候打电话，他支支吾吾的说最晚明天。那这个队排不得，对吧？这个队不像是说美食排队我们可以排，这个队千万排不得所以当时惠子就说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再找一家。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搜，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靠谱惠子这个时候就发动了他强大的这个人脉，对社交媒体的这个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的人脉。他发了之后呢，就有人突然在评论区里说快联系文森特就是 Nice Try 的一个主播，快联系文森特，叫他找虫哥。我们一听这个就是虫哥，感觉像是杀虫的一个人惠子就立刻问了文森特，就是文森特知道白蚁，就打电话给白蚁说你赶紧从人家这个家里撤出来是朋友对，然后我们就问了文森特，文森特说确实他手里有一个一直帮他除虫的一个师傅，说很厉害，然后效果也很好。我们就相信朋友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这样，就是网上再多的评价你都不一定信，但是你的朋友跟你说靠谱，所以口碑就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推荐的东西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喜欢听众朋友们觉得这期可能是这个虫哥的广告他们听众说是不是给你们免费制的，是不是免费制的你们是不是承诺人家来给人推广没有对，我们就要来了这个虫哥的微信。其实我当时真的挺感激的，我感激啥呢？一方面是感激就是虫哥他这个专业素养确实比较高，另一方面呢也感激就是现在可能确实就是这个高发季节，他们也是24小时连轴转。我记得你拿到虫哥微信都晚上快10点了吧？对，嘎嘎给人联络，虫哥嘎嘎回复，你说这个咱们什么情况，他给你疯狂判断。我记得都11点半了，我说惠子你还在这跟谁聊天呢？他说跟那虫哥呢在那讨论，就是说要花多少钱处理，然后讨论谁来处理，然后几点。真的他们效率还蛮高的，就是晚上接近12点了，他不光解答我们的疑问，他还立刻给我们安排说第二天的中午就可以有专业人士上门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我觉得这就是案发12个小时我们已经联系到了专业人士，并且确定好第二天过来看。对，然后第二天中午师傅就来了之后也是很快判断了我们的情况。其实当时来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看很多网上那种处理方案就是哎呦你这墙得铲掉你撬开，至少看的时候都是破坏性很强的。对，拿那种像那个撬棍一样的哐哐哐给你墙都怼开，地板撬开踢脚线撬开什么的。我当时脑子都麻，我浑身汗，我难受结果师傅来了之后，师傅说你们这个情况我们都不需要破坏，我们这个在墙上给你打几个小洞
就是最大就是筷子头大小这种小洞，然后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药粉，我们打进去之后呢，这个白蚁它碰到这个药粉，它就会互相传播之后它们就自己就消亡了啊，就可以灭掉。我当时听我说这方案挺好，然后我们就操作了。我跟你说，你知道白蚁是怎么传播的吗？就是工蚁啊，它会吃进去这些粉，或者身上会沾上这些粉，然后它回到自己的这个巢穴里面，给生出来的小蚂蚁或者蚁后，它们是用口尾交互，就是工蚁拉出来，然后给那个别的蚂蚁吃。说他们好像是会互相舔食身体而且他们这个习性就是每隔几个小时他们必要回巢穴一次，所以这个药就是一定会被带回去之后他们就内部传播，而且说这个东西传播起来还蛮快的，说最慢10到15天这个东西也就差不多搞定了。而且师傅当时非常有信心，他们还可以给我们签合同，说我们弄完之后可以保你3年不会再出问题，有任何问题我们都继续管你。然后整个这个操作时间其实相对来讲也是挺快的，花了不到1个小时时间，而且我们做的是全家都防治，还不是说我们只发现了一个飘窗我们就做这个飘窗，我们家里面所有的房间全部的面积全部都做了防治，就弄好了。然后后来师傅走了之后啊，我和惠子2个人坐在那里头久久不能平静，你知道吗？就觉得说这个一块大石头落地。后来我记得我当时是我突然间说了一句，我说咱俩其实挺厉害的，主要其实我想夸夸你，我觉得哎呦惠子真的挺厉害的，从我们发现这件事儿到这件事儿处理完前后不过24个小时，而且后面我们还一直按照师傅的要求，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东西动向，发现确实没有再发展了，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所以当时我们2个人觉得说，哎，这个事儿整体处理的还算比较圆满。对，这个我们的这个肥慧之家热新闻啊，这个案件就帮大家报道到这里啊，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鼓舞人？就感觉我标题都想好了，小夫妻淡定大战白蚁，24小时迅速告捷。但是啊，总要有一个但是，就是事实其实并没有这么轻描淡写，并没有这么一帆风顺，并没有听起来这么的简单。在整个这个突发事件之下，其实我们2个人还是一下子感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并且像我前面说的，陷入到了无法自拔的这种痛苦的情绪当中。我感觉我们2个人就跟白蚁一样，就在家里面真的是阴暗爬行。我们2个甚至做了一次特别搞笑的事儿，有一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说，老公，我们来挑战一下24小时不下床吧。就已经完全丧失了那个行动力。而且后来惠子啊回头提醒我，才意识到，就是我都不自知的在做一些事情。惠子说，你有没有发现咱们2个人陷入这个压力之后，我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行为。我说什么行为？他说我们2个人一直在家里头无休止的刷短视频。对，我们2个人一个是坐在椅子上，另一个是坐在懒人沙发上面，然后刷着小视频。我一下子意识到，我感觉特别像清朝时候，就是那个大烟馆里面大家就这样斜躺着抽大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其实我们压力是很大的。然后看小视频就是我们现在去处理和缓解我们情绪、安抚自己的一个方式。而且在发现这件事情的当天晚上，肥杰突然就外卖叫了很多辣条呀，然后膨化食品啊，还有碳酸饮料，就在家嘎嘎吃。就他也没有说他难受，但是他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是基于他自己已经说他要减肥的情况下，他还在突破自己这样的一个底线。我记得当时我还问你呢，我说你要不要喝饮料？惠子说我不喝饮料。我说我管你喝不喝呢，我反正要喝。对，就是你已经感觉有点失控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2个人很想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2个人在整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行动上的一些反应，还是我们情绪上的一些反应，其实都可能是我们在面临这种突发压力事件的时候非常真实的一种反应。保不齐大家在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哪怕跟我们不一样，你可能是各种情况的突发压力事件，可能你都会从中找到一些自己能够借鉴的地方。其实我们2个人也没有说真的互相去谈论过，就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其实我也挺想知道你的反应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发现这件事儿的第一刻的时候的那个真实反应开始聊起。你是什么感觉？天哪，我跟你说，我那个感觉真的是，虽然不敢说是一辈子难忘吧，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可以1秒钟回到当时那个感觉，是因为我当时那个感觉是一个体感上的感觉，就是当我看到墙上的孔，然后又看到那个小虫，然后再看到整体的这个墙面下面有一条像路线一样的，然后你跟我说是白蚁，就在这一瞬间，我的感觉就像洗了澡一样，大汗淋漓。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那个感觉，就是一瞬间到什么程度，就感觉是一个响指之后，你从头到脚全湿了。
就是所有的毛孔都在发冷汗。然后这个汗一出来，你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就是上海这个天气属于那种潮湿闷热，一瞬间，我当时我记得我在家里穿了一条棉质的那个短裤，一瞬间我就觉得那个短裤啊，咵一下就贴到身上了，就像那种洗过还没晾干的时候那个感觉，然后整个身体变得非常难受，非常黏。这是你的感受对吧？我当时是站在你的后面，然后你不是要爬到飘窗上去看吗？我相当于是斜45度看你，你的那条绿色的短裤屁股蛋那块儿湿了，就立刻湿了。我当时拉了，我当时想说啊，这个人吓尿了，但是很快我就知道这是你在出汗。哦，那我虽然你嘴上没说，但是我知道你现在一定一瞬间特别难受。OK， 那你知道，你相信了是出汗就好。不是尿了啊，不是尿了。但我跟你说，就是我是没有看到那个虫子，但是当你说有虫子的时候，我摸了一下那个墙皮，可能那些蚂蚁也感受到危险，它们就动起来，然后我就能感觉到里面有声音。就那一刻我头皮发麻，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我过敏，我身上不是会有一些湿疹嘛，那些湿疹一下子就扬起来了，我就感觉身上很遭击，就很想抓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本能的对虫子的恐惧的反应。而且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怕虫子的人，每次家里面发现虫子，你都说啊老婆，然后我就会去抓嘛。其实看到那种具体的在外面的虫子的时候，我是不害怕的。但是这次它因为不是在外面，在墙里面，你看不到，你只能听到声音，这个时候你是有无限的想象的空间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恐惧的感觉是来源于我的想象，然后那一下子就把我笼罩住了。然后我再看到你就是那种吓尿了的样子，我就觉得完了，我老公我也靠不住，就是而且一下子就非常非常担忧你，因为我知道你是很怕虫子的，对，而且你也很不喜欢家里面有任何的这种被破坏呀什么的。所以我的本能反应一方面是对虫子的恐惧，另一方面就是对你的担忧。其实现在说起来，我自己内心里面甚至生出了一些爱意，就我觉得对虫子的恐惧是本能嘛，对你的担心紧接着这个本能，我感觉好像我对你的担心已经近乎是一种本能了。天哪，其实你这个让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咱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惠子其实一直陷入到一个怎么说吧，很难过的一个情绪。他始终也在跟我表达，他不管是表达对这个事情的焦虑也好，还是表达对这件事情他的难过，包括说哎呦为什么我们遇到这个事儿啊，怎么样。我后来在当天晚上的时候，我记得我还跟惠子说，我说我感觉其实挺自责的，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些种种的难过情绪，可能都是因为我，因为你会觉得我会难过，所以你难过着我的难过。如果我要是不难过，你可能也就不会那么难过，我们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在一个不难过的情绪下去处理好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我就是特别跟惠子说，我说哎呦，我说这个事真的我很抱歉，就是因为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遇到这种事情，我都是一个相对比较难过、比较紧绷、比较灾难的这么一个表现，有点夸张的。对，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件事情发生它依然还是这样，然后你就会共情我的这种感觉。但我发现其实这一次你表面上看上去并没有就是以前的那种反应，就是那种感觉很痛苦啊之类的，反而是我好像反应更强烈一点。这个我觉得很符合就是心理学里面的一个小的原理吧，就是可能我们两个作为一个集体，就是会产生一些情绪的张力，那这个张力必须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来分担这个情绪。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已经把这个情绪接过来了，而且我表现出来了，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我也不需要这么担心了。因为很多时候你有的时候感觉到痛苦是因为觉得说哎，我老婆肯定觉得无所谓，她不管的，好像全都得我来承担，这个时候你就会很难过。但这一次你发现说哎，我老婆好像很紧张，她好像很在意这个事情，好像把你的那种痛苦我也给表达出来了，所以你就没有那么难受了。焦虑能量守恒定律。那我好奇，以前的事儿你好像都无所谓，都不是特别的焦虑或者难过，但这次这个事儿有什么特殊的？就是感觉你好像有一种爆发式的焦虑，就是感觉有点自己控制不住，这个焦虑是像火山一样一点一点往外喷发的，就好像它是一个火山，对，就是一直在焦虑。确实我觉得你说这个爆发式形容的特别好。我其实自己现在也复盘了，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好像把这件事情无限的灾难化了。就前面我有讲说，其实人的想象是让人最害怕的，对，而且我感觉我的这个想象是灾难化的。
这个也是认知行为疗法里面很常见的，就是告诉你有很多时候你的想法是灾难化的。我可以给你形容一下，就是我的那个灾难化有多搞笑和夸张，就别人听了肯定会觉得这个人太搞笑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虽然只看到了那么几个洞和短短的比如说20-30厘米的这个蚂蚁的路线，但是我脑海里面已经想象到我们家里面全是了就你想，就是我脑海里面会有画面，就觉得家里面已经全是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房子你不想要了。哦，这不想要了我不是跟你讨论了吗？我说我们不是想租办公室吗？我们就不要租办公室，我们就租套房，然后把这边改装成办公室。我记得我们还打电话给我爸妈，我说妈，我说我想回大连买房了。对，我说我不要在上海生活了。我妈先是开心，我妈说好啊，回来好呀。后来我妈说，能不回来还是别回来吧。她说，听起来好像这个事情也不至于。对，所以一个就是你看到一点小小的事实，你就把它好像无限的放大。然后第二呢，我的想象都已经飘到了明年了，就我会非常担心灾难化的想象，觉得明年一定会复发。到了这个黄梅天，白蚁就会卷土重来，重新攻进我们家。而且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按照现在这种简单的方式啦，就得把整个房子的装修全都打掉。我跟你说，这个灾难化的想象有多真实啊！就当天晚上，我就坐在我们家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眼睛看出去已经是千疮百孔的毛坯了，而且我觉得明年这事儿一定会发生。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可怕的这种灾难化的想象呢？这个我觉得你问到点子上了，而且我特别想要提醒大家，千万别像我这样。就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想法，也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是我在网上查了太多。就网上他们会有很多小视频啊，包括有曾经遭遇过白蚁的人在那儿分享。一方面他们就会分享说，那个照片里面就是整个家里面的门框就是白蚁巢啊什么的，密密麻麻，很恐怖。另外他们也会说我们都清了好几年，第一年清完以为好了，后面又来了。还有人说我们不得已就旁边租了一套房子全部打掉，一定得重新装修才能治好，就他们好像言之凿凿，而且所有在网上分享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其实我现在想想，就是其实有点像是幸存者偏差，就如果你治好了，你也不会去网上说治好了，就是那些反复治不好的人他难受，所以他才在网上说。还有一些就是防治公司，他为了卖他们的服务，所以刻意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恐怖，是让你害怕。但我当时想不到这些，我只觉得说，你看网上都这么在说，完了我们家肯定也是这样。所以我的灾难化想象也不是完全凭空，就是根据网上的这些信息想象出来的。那我觉得你这个就非常有借鉴意义了，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同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去网上搜太多的消息。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是鲜明的一个对比，你就是在网上一直搜完之后，虽然你在网上学到了很多处理的方法，我们也找到了合适的专业人士，但是你的后果就是会让你有很多灾难化的想象。那我呢是一点都没上网搜，所以呢我也就没有这些灾难化结果的输入，我就不会想这些事儿。我当时还生气呢，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你看网上人家都这么说那么说，你一点都没看网上的信息，所以你不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恰恰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当专业的师傅来了之后，他跟我说完怎么样之后，我觉得OK， 那人家这个已经实践过千百次的可行的方案，他帮我们弄了，那我们一定也就能达到效果。而且我觉得人家签那个保多少年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人家不可能说明知道明年还会复发，我还跟你签这个协议，对吧？而且以我对于这种服务人士的了解，就他们绝对不会愿意频繁的往你家跑的，因为他们是有上门费的。如果他频繁往你这家免费的跑，那他亏大了。所以他们这个方法一定是实践了很多次，非常有效，他们才肯有信心在评估了你这个情况之后给你用这个方法。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就提醒惠子，我说你不用担心，我说他们之所以敢签这个合同，敢承诺，敢用这个方法，他们一定就是有信心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你当时安慰我的时候最有效的一条。然后还有一条你安慰我有效的是，你告诉我说网上的那些人你也不知道他们的房子是什么情况，对，可能是30-40年的那种木结构的房子，那它真的是很容易复发，而且这种复发不一定是你这次没治好，可能是第2年又飞进来新的。你说你不要看网上的那些人，他们的信息都是残缺的，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我觉得这个确实一下子就像把我的那个灾难化的那个罩子给打开了一个口，塞进了不少事实给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接着我就开始可以自我对话了，我就跟自己说，你看你确实是容易灾难化思维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多看事实，到底事实是什么？很多东西都是想象，但事实是什么？其实我看到我们打了药之后，确实蚁路就一点扩展都没有了，而且蚂蚁的声音就一点都没有了，那这还不够足以证明吗？对，慢慢恢复理智之后，我还找到一个特别有用的方法。其实对于我们这种会因为灾难化的想象而变得很焦虑的人，我提醒大家可以在脑海里面多记几件类似的事儿，就是曾经你也有过这种特别特别焦虑的时候，也是因为灾难化想象，但是最后这件事情解决了，而且这个灾难化想象的事儿其实根本没发生。我当时就回忆起了好几件，比如说3月份的时候，我喉咙里面长了一个东西，当时我已经想象成这个可能是终身不治的绝症了，甚至去医院里面到处查，最后它就是一个很小的病。那这个也可以提醒我，灾难化想象的事情不会发生。而且以前我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家租不到车位，那个时候我已经想到说，我们肯定是这辈子都租不到车位了，然后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在地库里面找车位，浪费很多时间。但最后的最后，我们还是租到了，而且还是一个长租的车位，就很平稳的度过了。就这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就会给我一些信心，就告诉自己，在当下很多想象都是不会发生的。你看之前不就是这样吗？那些想象都没发生。其实这个也挺能安慰到我自己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些事情都记住，别就这个事儿过去了你就忘了，因为记住的话，下一次你再陷入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提醒自己，想象就是想象，其实他们都不会发生。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焦虑能量守恒定律啊，就是因为你已经承担了我们2个人这个团队里面的几乎100%甚至120%的焦虑，所以导致我这个人啊，在这次这个事件当中好像没有一丝焦虑。就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外人，你是不是感觉到我好像这次格外的平静，没有任何的反应。但其实我告诉你，我不是的，我内心当中其实也是同样的很有波澜，同样的很难过，但是我在行为上却选择了摆烂。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人的情绪和行为可以是不一致的。我觉得主要摆烂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你在家里这个操作实在太频繁了，我就会觉得说我不可能再频繁了，如果我要再频繁的加入进去，那咱们整个这个环境就废了，就2个人会陷入那种无比的慌乱和焦躁当中，我觉得咱们这个氛围一定是要爆炸的。那你还挺理智的。所以当时我就是极力的克制自己，尽可能的不要操作，甚至我可以选择不管不问，因为毕竟家里已经有一个人在那里头疯狂的管问了。会不会是因为我的那个焦虑把我变成了一个就像巨人一样，就我这个人在家里面占据了所有的操作空间了，所以你好像觉得你根本就插不进手，也是可能我控制欲有点强。就是我觉得我当时那个现实的焦虑已经被你用一种形式去展现出来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我也要一起展现的话，我觉得将是极为灾难性的。然后另一个让我摆烂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这种不断的操作，就像我说它会带动我加倍的焦虑嘛，那我就需要再加倍的使出一些力量让我不要焦虑。所以当我使出了非常多的力量去抑制我不焦虑的时候，感觉就是把我自己摁住了，就是你懂吗？就是我使了太大的劲儿，对，去控制自己。就以前使的那个力量呢，可能让我客观的去操作，进行一定量的操作。但这次因为我要使出太多的力气来把我摁住，让我不要焦虑，让我不要难过，我彻底把自己摁死了。所以我这次的表现形式非常的奇特，就是摆烂是一方面，不去看、不去管、不去问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嗜睡。我突然之间在这几天疯狂的睡眠，早上起来的很晚不说，我甚至下午如果没有工作不出门，我就会在家里头想尽一切办法睡觉。我记得这2天有一天我下午5点钟睡觉，就是我实在是不想醒着去想这些事儿了。我觉得这个是从潜意识的分析来讲，就是其实你还是非常害怕这个东西的，不管是对于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对于我这个突然变得很焦虑的人，其实你都挺害怕的，所以很多时候你是一个回避的行为。对，就是回避逃避。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2个人来讲，为什么说很有价值，就是这一次我们2个人的操作模式是咱们以往都没有的。就是我们以往大部分常见的我们2个操作模式，就是我处于一个比较想要急于去过问、急于去操作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相对没有那么担心。这次不光是反过来了，同时我们2个人又都走向了彼此从未尝试过那个极端。是，而且我觉得可以增加我们互相的理解。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就是理解，就是当你看到我很焦虑的时候，你的那个感受，其实就是以前
我的那个感受。其对的实也是有点无力的，但你又不知道怎么办，帮不上忙，是又觉得这个人这么焦虑，我也很烦，所以就很想赶紧的睡觉。而且我们两个人互相不能理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操作就反向了对，嘛。就是我这个摆烂的人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焦躁，你这个焦躁的人也不明白这个人竟然会摆烂。其实我觉得经历这么一次之后，我们可能彼此都能够理解，因为我们两个人在这一次有点像都设身处地去换位了。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我前面讲到的我感受到的那些恐惧啊焦虑的情绪并不是最让我痛苦的。那什么是最让你痛苦的？就最让我痛苦的这个东西，我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直都被它缠绕，然后特别特别难受。于是有一天晚上你去跑步了，我就给六维姑娘打个电话，想跟她吐槽一下，倾吐一下。还得是咱六位姑娘厉害呀！果然就是她一下子就把这件事情给点明了。哦，真的啊？对，因为除了那天我给他打电话之外，其实这件事情一发生，我就每天在微信上面给他说，哎，我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 OK， 然后他就问我嘛，他说抛开这些焦虑啊、恐惧的情绪不谈，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处理的怎么样？我一听我说，哎，好像这个事情我处理的确实挺好的。对啊，你看咱24小时不到，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就处理好了。然后他就说，那为什么除了这些焦虑和恐惧之外，我还感受到你对自己有很强烈的攻击呢？当他说到我对自己有攻击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发现了是什么东西让我痛苦。是我每天当我感受到恐惧和焦虑的时候，我还会对这样的自己感到不满，就是我好像觉得我不应该恐惧和焦虑，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应该很淡定的去处理。就是这种对自己的不满天天在纠缠我，让我觉得特别痛苦。就其实这件事儿并没有让你很痛苦，反而是这个自我评价让你很痛苦。是的，当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靠，我竟然不行，就我不行，评价自己。对，我竟然不行，这个评价让我特别痛苦。六月姑娘听到我这么说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从来不会这样想，就如果她遇到一件事情她不行，她对自己说的是，哎呀，我果然不行。其实听到他那样说的时候，我非常惊讶，我以为所有人都跟我一样的，就是遇到事情自己不行的时候会鞭策自己，觉得说我靠，你怎么这样都做不到，竟然不行。我以为所有人都这样说的。但是六位姑娘她自己的这个想法，我感觉跟你形成极大的反差，就是你是苛责自己，觉得说是竟然不行，就是言外之意就是本该行，但你没行。对，而她反而有一些疏解自己，就是诶，你看，果不其然，我不行。而且这种感觉，我觉得会让人觉得不光没有受到什么恶评，反而还有点解脱了。对，我感觉他这个东西迁移过来，如果我也这么想，就是哎，我果然不行，哦哟，那我这么焦虑确实是正常的，那我也不会那么痛苦了。哎，你们这么一说的话，让我突然想到，那我是什么反应？我发现我跟你俩都不一样。你是我靠，我竟然不行；他是哎呀，我果然不行。我的想法是，肯定只有我不行，人家都行。真的，我一般都是这么自我否定，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事儿只有我自己在意，只有我自己受不了，其他人都会没事儿的。就是我认为我是个废柴，我很多次都是这样的，因为经常不管是你还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当我们谈论起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是这种反应，就你竟然会这样，你能看到这些损伤，你会觉得这个事儿你很在意，我们不在意啊，我们看不到。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说咱们这个房子装修好之后，家里面这个墙会出现一些裂缝，就这是常规的嘛，就是有一些这个地面的沉降呀，或者咱们这个涂料的墙，它天然就会产生这些问题。我说我很难受，我说我看到墙上裂缝，惠子说在哪有裂缝？我看不到。然后惠子甚至叫朋友来家里说你们看到了吗？朋友说我们也看不到，就我看到了。我又觉得我自己是个怪胎，你知道吗？我经常会觉得我是个怪胎，我觉得我会在意这些事儿。负面标签。对，我是跟你们俩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这3种反应啊，我倒觉得六位姑娘那个是最幸福的，最好的。对，就是她既承认自己无能，有一些方面的无能，同时她又接纳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幸福的。像我们俩这种都属于带有自身攻击的。对，他属于是相对比较自洽的，或者有一点点逃避回避的。你是自我否定，对，我是自我攻击。所以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也能解释咱俩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个操作的不一样？就是你是自我攻击，那你自然要反击，所以你会有很多操作啊。对，我是自我否定，所以我就会被打趴下了，然后我就直接一个摆烂。对，因为你说啊，我反正我是不行的，对对啊，别人都行，那谁行谁弄吧，你们行不是吗？你们都行，哎。
其实当我意识到原来是这种自我攻击在让我痛苦的时候，我一下子其实是有解脱的感觉的，因为我知道并不是白蚁在攻击我，是我自己在攻击我自己。那我就可以跟自己说，哎，咱别这么干。我也想了，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攻击自己？其实是因为我太自恋了，就是我对自己有一个完美的要求。就我设想当中，我应该是面对这种事情特别的淡定，有很多很多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是非常完美的去处理，也不会有这些情绪的，我应该超级淡定。但是我竟然没有做到，所以我才会攻击自己。我一直以为你对于完美这件事是没有追求的，但现在我发现你其实对于生活里的其他东西完不完美是没关系的，但是对于你自己这个个人，你是要求自己是极度优秀的。对，而且我觉得我很反差的一点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认为一种随意才是完美。就是如果说我这次这个白蚁的事情非常淡定很随意，觉得没有必要这么焦虑，我反而觉得这样才是很完美的。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以前对于咱们家那些小磕小碰，你都是不管不问，是因为你认为不管不问才是完美自己的表现。对，我觉得这个事儿洒脱，对，我在意它反而显得我不完美。是，就我的自恋在这个方面。但是这次这个事儿，因为它确实很严重，你不可能不管不问，所以你就不得已的陷入了你认为不完美的那个状态。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不完美的状态我接受不了，所以你会选择要去做很多很多事儿，尽可能把这件事儿处理的完美了，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保住自己的，对，保住自己那个完美的状态。对，特别痛苦。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能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一个100%确定这件事处理好。对，这样的话我就会说，果然你看在高压之下，对，我有这样的情绪，最后我还完美解决了。你说虽然我不完美，虽然我在意这件事儿，但是你看我还是给你处理的特别好。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我举个例子，不知道恰不恰当，就有点像是一个很强的足球队，哎呀，比赛上半场叫人哐哐哐干3-0，你想说完了，我这个不败金身被打破了，但是下半场哐哐哐4-3赢了，你就想说，你看哈，上半场输又怎样？下半场我还是会赢回来的。但是实际上你下半场不一定能踢进4个球啊，但你又不接受这个，对，你就会特别特别的痛苦。其实我一想到这个之后，我马上就有一点舒缓的感觉了。我发现这件事情为什么让我这么难过，攻击自己，是我对自己实在是太苛责了，要求太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有很大启发意义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是我们遇到的事儿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们很难受。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这种攻击和否定，所以让我们觉得这件事儿像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而且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就像你说的，事儿其实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你对自己贴上了这种负面标签，觉得自己是很不行的，那这个标签是摘不掉的。事情过去了，但是这种痛苦还会永远留在你心中，你永远记得说当时我是这么的脆弱，这个其实是对自己打击很大的。我觉得当你提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我觉得以后大家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客观的区分开来，事儿是事儿，自我评价是自我评价，事儿你能解决好了，你应该对自己竖大拇指，然后自我评价这一趴就不要自己过分的苛责自己。而且有的时候自我评价你也要分开来看，你看像我就是我把我所有对自己的评价都仰仗于我在这件事情当中的情绪了，就是我发现我顶不住，我脆弱了，我就觉得我全盘否定了。但实际上我不看情绪，我看我处理事情怎么样，处理得很好。所以其实我应该对自己的评价是两面的，说我确实情绪上是有一点点波动，但是事儿做得很好，这样就不会对自己进行一个全面的攻击了。对，你这说的太有道理了。我这个就想到，我其实自己是一个情绪控制能力特别差的人，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吧，我对于自己处理一件事儿，我有的时候评价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这两头不可能都顾。就像你说的，控制情绪和处理问题，大家有的时候想的是我最好是都能够顾好，就是我既情绪稳定又行动力非常佳，然后把这个事情完美平静的处理得非常好。我自己是知道我自己铁定不行，所以我就非常的放过自己，我就说你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你能处理好一头就行了。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在经常有时候遇到这种突发的压力性的事件的时候，我都全力以赴去先控制自己的情绪，只管情绪，不然的话情绪会让你做出很不理智的事儿，不然我会崩溃的，我可能会痛哭，我或者可能会发癫，我甚至可能会有的时候就自残了，我就跳楼吧对吧？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苛责自己，我能把情绪控制好，我已经有很大进步了。至于我有没有行动力这个事儿，我可以再去求助于别人。比如说我记得咱俩有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案例，就是当年咱俩
买了新车没多久就出了一个挺大的事故。当时其实我跟你说我整个人崩溃啊，我想说为什么老天对我这样啊？我一个这么在意的人，却偏偏让这种事儿落到我身上。但是我当时提醒自己，我虽然现在深陷情绪当中，但是我不能崩溃。这是一个社会性事件，你还要处理跟你一起产生事故的另一个司机，你还要跟交警沟通，你还要跟保险公司沟通，对吧？你有很多这些事儿，那我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呢，我要是全力以赴控制自己的情绪了，我就没有行动力了。所以我知道惠子她是有行动力的，她不会被这个事情牵扯到情绪，她不是特别在意这个车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记得那一天就是我全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我跟惠子说，我说剩下的事情你要帮忙处理好，我告诉你了应该怎么跟交警说，应该怎么跟对方说，应该怎么联系保险公司，包括应该怎么联系 4S 店修车。我说你帮我去把这些事情解决，我全力以赴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依然会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评价。我觉得说，哎呦，我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清晰的自我认知，对，然后在事情发展的时候拿精力去做能做的事儿。对啊，而且我觉得说，我先一点点来嘛。这几次我先努力控制情绪，然后慢慢等情绪控制的娴熟了，我再去把自己的行动力提升回来，然后再去努力解决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做法也可以传递给你，就是以后你也可以这样，就是多去思考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你先把能做的事儿做了，能做了的事儿就给自己竖大拇指。那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我们俩其实是相反的，就是我虽然有情绪，但是我那些情绪并不会造成很恶劣的后果，所以我可以不用管我这个情绪到底会怎么样，不用在意说我情绪也得管好，事儿也得做好。我其实每次事儿都是能做得很好的，我不满意的是我的情绪怎么还在那儿，但其实这个情绪也不影响，所以我觉得就不需要要求自己两头都做好。其实我觉得就像六位姑娘说的，咱们遇到这种事儿产生这种情绪真的是太正常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苛责自己啊，还不是说我们真的做的比谁差，我们苛责自己。就像你说的，我们是不允许自己出现那么一丁点瑕疵。对，就是你会觉得说我遇到这个事儿产生情绪就是错，其实不是的。我们其实产生这些情绪，恐惧、焦虑、担忧，种种感受其实都是正常的，你换了谁都会产生这样的情绪的。而且我觉得就算你产生的情绪确实比别人强烈，其实也没错。就像我们一起去健身房，有的人肌肉很发达，可以硬拉个几百公斤，那你觉得几百公斤很重，那不是很正常吗？所以当你遇到一个事儿，你觉得很恐怖很焦虑，别人也没有觉得那么难受，其实也很正常，因为你们两个本来就是不同的人嘛。所以其实面对事情的时候产生的那个感受是真实的，而且是属于你自己的，但是因为你产生了这些感受，你对自己攻击，这个我觉得是失去客观的评价的。你说到客观，我觉得经历这一次事情也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确实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保持客观和科学的去评估，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陷入一些突发的压力事件的时候，就是因为丢失了这种客观性和科学的评估，我们就会产生那种灾难化的想法。对，我前面不是提到了吗？我就是因为在网上搜索了太多的信息，导致自己没有办法客观科学的评估我们家的情况，所以才导致了我灾难化的想象，并且引发了那种火山爆发一样的焦虑。这里我特别想提醒大家，一方面就像前面说过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些办法，但是网上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很容易把你卷进去，千万不要陷入其中。网上给你推送的很多信息其实并不适用于我们自己当下的情况，它只会增加你的恐惧和焦虑。另一方面是当肥姐提醒了我是被网上的信息误导而产生的灾难化的想象和焦虑后，我自己做了一个操作，我觉得非常有用。因为做了那个操作之后，我就减少了很多这种灾难化的想象。我怎么操作？就是我在所有我浏览的社交平台上都把跟白蚁相关的东西屏蔽了。我就点不感兴趣，后面他就不会给我推了。我甚至在支付宝上面，我们养小鸡，有的时候我们要饲料，不是会让我们去浏览淘宝上面的一些内容嘛？因为我在淘宝上面搜过什么白蚁杀虫药，所以在那个浏览里面也会出现白蚁的东西。我甚至在那个地方我也把白蚁的东西屏蔽了，就是我为了隔绝这个错误信息做了这么多。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用，就再也看不到了，就不会再提醒你这件事情了。然后你只会关注到你自己家里面，你看到家里面确实啥事儿没发生，你就能够专注在这个客观的事实当中，就舒服了很多。然后另一个让我们两个人在这一次事件当中非常受益的，我觉得主要是惠子的功劳，就是她非常勇于去寻求他人的帮助。
一方面在切实解决这个事情上面，这件危机的突发压力事件上面，我们找到了比如说文森特来帮忙啊，他给我们了虫哥的微信，我们也找到了我们身边有过家里面闹白蚁灾的这种朋友的帮助，甚至我们还寻求了很多情绪价值的支持。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即便这个实操层面我们已经有方法去处理了，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缓解你内心当中的一些真实产生的情绪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刚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会一瞬间被这个事情击倒，然后你会有点僵住，甚至说有一点没有动力。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第一时间需要的是有人通过情绪价值把你扶起来。我记得我们俩当时就是我们刚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苦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真的有一度是有点不知所措的。当时也巧，正好我爸妈给我打电话，有事要来求助我们。跟他们讲完之后呢，我就真的就是内心当中有点脆弱，然后我也把我们自己经历的这个事儿讲给了他们听。当时我爸妈他们就虽然隔着电话也离得很远啊，但是他们也表达出了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些情感支持。首先他们一方面是鼓励我们说，哎呦要想清楚应该怎么处理，并且他们在说有什么他们能够帮忙的，他们都可以提供帮助。甚至我妈当时还说，要不我去吧，啊，我去上海帮你们解决这个事儿啊，我肯定能解决好的。这个情绪价值真的太到位了。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有了支持，然后你这个时候人就会稍稍恢复一些理智，然后想到一些处理方法。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那通电话之后，惠子就开始寻求文森特的帮助，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虫哥，开启了这一系列的处理。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父母他们作为过来人啊，他们有一些这种人生经历会给到你很多启发。我印象到现在都非常深刻，就是我爸妈他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真的不亚于我们这样的灾难性的事件。我们家当年97年的时候搬到一套新房，那是我妈人生第一次贷款买了这么一套房子，在她看来就是那种人生质的飞跃。你能想象他们在这套房子之前，我们一家3口挤在一个卧室、客厅、阳台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的一个小地方，完全是个开间儿。对，完全是一个开间儿，非常非常小的房子，挤了很多年，我们3个人只能睡在一张床上。我爸那个时候挤的只能侧睡，因为他不能正着睡，他正着睡床就不够面积了。然后我们搬到了这么一个房子，3室2厅的大房子里，花了很多钱装修，我妈还贷款，整个人其实是非常开心的。结果这个房子装修好，第一个冬天采暖季，当时我妈还在出差，人在上海旅行，我和我爸放学回家，打开门，一脚踩进家里，灯还没开，袜子直接湿到脚背，家里全是水，漏水了。走进房间里一看，暖气管子爆了，水像喷泉一样在往外涌。北方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采暖季暖气管子爆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满家都是水。我们家实木的地板全部泡了，我们的墙纸全部泡了。我们家那个为了当时美观罩住暖气的是一个坐死的坐在墙上的一个吧台，被水泡的已经从木色变成了黑色。天哪！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我爸连衣服都没法换，把自己的西裤挽起来，开始一盆一盆的接水，拿出我们家最大的那个给小孩洗澡的澡盆，一盆一盆接水。甚至我爸还用那个地板格做出了一个像是水渠一样的，把那个藏在那个吧台里面的死角落里的破裂的水管的那个地方的水引出来。然后我就坐在边上的沙发上，脚泡在水里，怔怔地看着我们的新家泡在水里，感受到我爸他们的那种很沮丧的情绪。但是这次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他们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事儿。他说，你看我们当年遇到过这个，是新房子啊，不像你们这个房子已经住了7、8年了，我们当时也过来了，我们也处理好了。我现在回头想想，是哦，也过来了，他们现在的生活也过得很好呀。我们当时那个房子也住了10几年啊，那个破损的吧台后来我们就拆下来重新做，虽然装回去已经没有办法复原了，但是我们日子还是过下来了。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家里面也经历过这种外来生物的入侵，就跟我们家这个更像的，但它不是白蚁，比白蚁要大，是一条蛇。我天哪！但是你知道我爸妈怎么样吗？就晚上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面多了这个蛇汤，就他们把这个蛇杀了然后吃了。这么松弛吗？真的太松弛了。他们朝我扔毒蛇，我把毒蛇做熟了。哎呀，我不闪躲。哎，其实这样没错。哎，就其实这样说起来，我真的内心越来越轻松。就是哎，从父母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当中，其实可以汲取到类似的力量的。所以其实咱们分享这些故事，就是想说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绝对性的灾难，你永远都是可以解决的。就是哎，这些事儿确实发生的当下都是灾难的，发生的当下你都是觉得过不了了。但是10天后、100天后、1年之后、10年后，你回头看，你发现 OK， 一切都是可以度过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哎，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跟他们寻求这种情绪价值，包括跟他们寻求一些他们经历的故事，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帮助。其实你说到这个，我会想到就是当我们遇到这种突发的那种让你觉得很棘手的压力事件的时候，保持乐观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度是很消极的，就是我会觉得非常委屈，就为什么会是我们？就觉得老天爷对我们也太不公平了，是，怎么会这么倒霉，摊上这么个事儿，就特别难受，就非常消极的在看待。但后来我突然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治愈我。他说：“你不要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你要认为自己是幸存者。”哦，确实如此。而且我们俩讨论的时候，你也跟我说过，你说你看，如果不是因为我眼睛这么尖，看到这边有一滩小灰，可能白蚁已经把我们家都吃了，我们都没发现。对，你要觉得说，哎，我们现在发现的很早，幸运的。对，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哇，我一下觉得说，确实，就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切记不要过于消极。可能第一反应肯定是痛苦的，但是后面你可以慢慢的给自己注入这种比较乐观的力量。其实这里我也很想分享一个，就是我在第一份工作，就张博士那边学到的一个东西。就当时他有教小朋友们保持乐观，他有一个东西叫乐观三部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就它是一首像打油诗一样的东西， OK 然后一共4句话，根据这4句话可以让你保持乐观。因为有的时候我好奇一共4句话为什么叫3部曲？因为最后一句话是总结啊，总结 OK。 对，就很多人会说，哎呀，那我就是消极了，我没有办法积极怎么办？那大家可以使用一下这个乐观3部曲啊。它是这么说的：幸亏没有更糟，我最喜欢的是，我要利用这优势做个乐观大师。然后它全是要填空的。第一步，幸亏没有更糟，你可以去想一想这件事情更糟的后果是什么。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件事情，我会想说，哎呦，那更糟的就是全都吃完了，对吧？吃完了，我们这个404 not found 了。对，那幸亏没有这样子，对吧？那我最喜欢的是，就是要找一找在这件事情当中你发现的好的地方是什么。那我最喜欢的肯定是我的老公及早发现了，然后我要利用这优势，就是说经历过这一遭之后，你学到了什么？那我会觉得说，哦，我知道了，不要再住在上海了，搬回东北。就是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以后到了黄梅天，我们都要检查自己家里面，并且让家里面保持干燥。这个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没有经过这一遭根本想不到嘛，所以这是我要利用的优势。这样的话以后可能就不会发生一样的事情了。没错。那最后就是要做一个乐观大师，就最后总结一下，做一个乐观大师。对 OK。 所以3部曲就是想一想，哎，更糟的结果是什么？哎呦，幸亏没有。然后看一看这件事情里面有没有积极的地方，肯定是有的。对。然后经过这一遭，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以后可以帮助到你。哇，一听非常厉害，就是乐观大师。这我觉得其实真的很有用。我觉得这个在整个人生道路上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你看，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节目，我估计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应该大致了解，我们2个人其实在整个人生经历，或者说吧，咱说短一点，咱来到上海之后，其实我们都经历了非常非常多让自己觉得挺痛苦的这种突发性的压力事件。比如你看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咱们那个车出事故是一件，然后咱们之前装修你就更别提了，咱们那个房子跟人家说了要刷白墙，进来咵一看是个黄墙，对吧？然后包括这次这种事儿，其实每次事儿你是都能够总结的，你要想总结总能够总结出那种非常积极的一面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跟你说的那个乐观其实是很一致的，就是我们应该多去总结发生的这些看似悲剧性的事件当中的乐观的一面，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知识啊。比如说我跟你说，你说我们那个车当时出那个事故，出完事故之后我就开始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马路如果是这一估节和那一估节对得不齐的情况下，你得怎么行驶，就不会跟后边的车有发生碰撞了。然后包括我们家这个白墙变黄墙这个事儿，你也是知道，哦，原来白有很多种白，纸上的白不是墙上的白啊，对吧？1平米的白和20平米的白它也不是一个白，对，眼睛看起来不一样，对，你就了解了。包括我们这一次发现这个白蚁，你也是会知道，哦，不是你住的高，不是你的小区新，不是你家没有木头结构，你就不会产生白蚁的，一切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经历很多这种悲剧或者说灾难性的事件、突发性的事件，其实你后来看你都能总结出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慢慢可以帮助你在人生后面的阶段
走得更好，或者说它可以帮助你在未来规避掉很多其他的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事情。其实你这样说，我就想到了，这就是成长呀。就很多人说什么叫成长，我怎么能感知到自己成长？其实就是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过程当中，积累内心的力量，获得一些能力，攒一些方法，那以后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厉害，这就是成长嘛。没错，我觉得人生它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你全都知道答案的一场开卷考试，有错题是很正常的嘛。就像咱们读书的时候，你有了错题，你才能够积累经验，你只有错过，你才会学会。所以这可能真的就是成长的必经路径。你说只有错过才会学会，我想到的是只有怕过才会不怕。就可能这次我确实很怕，感觉自己很脆弱，但是下一次可能就不会这样了。都说平静的海面培养不出优秀的水手，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各种人生经历都是馈赠。当事情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我们要更积极的去看待自己在压力中的成长，而不只是看到那些实际上谁都会有的负面情绪去苛责自己。我觉得我们要去拥抱自己的这种脆弱无力，当你发现自己被拥抱了，被接纳了，就自然生出了面对的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今天分享的我们自己遇到的这一件突发的压力事件，希望我们两个人经历过程当中的处理办法和感悟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启发。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像惠子说的那样，在人生的道路当中生长出自己面对一切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在有力量的前提下，未来的生活都过得顺利。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